赛驴，大家好，我是阿拉蕾。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我先啰嗦一下自己的情况。我住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袖珍小国。今天的主题呢是每个月都会有的 Look Fantastic 订阅盒子的开箱视频。因为住在安道尔呢，收包裹真的是相当的不方便。这里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度，我们呢是由法国和西班牙海关所控制的，所以往往收包裹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每一个包裹的到来呢，都是要经过非常曲折的路线，不知道到底是通过哪一边的海关才可以送到我们手里。这个月呢，包裹还算来的比较准时，所以呢，我就想马不停蹄的抓紧跟着大家一起开一下箱子。因为这一期我就已经在 Look Fantastic 的官网看过他们的主题，好像是跟天然有机护肤品有点关系。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的开箱视频呢，我先说一下 Look Fantastic 的订阅盒子的形式。Look Fantastic 是一个英国的网站，如果你订阅了他们的盒子，它就会每个月都把惊喜盒子送到你的手里，而且他们的盒子呢是全球直邮还包邮，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还挺方便的。无论你是在哪里，它都可以不用邮费就送到你的手里。每个月呢到来的全部都是满满的惊喜。对于订阅盒子的价格，我个人建议，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定期接收他们盒子的准备呢，我觉得更合适的当然就是订全年，把它每一个月的盒子呢仅要15.5欧。但如果你是订6个月的盒子，更短一点的话就是17欧。当然，如果你只是想做一个小小的尝试，比如说订1个月或者订3个月，1个月就是20欧，如果订3个月呢，就是每个月18欧。那我就废话不多说，抓紧开箱看看到底这个月和有机天然相关的护肤品或者彩妆品到底有哪些。打开这个外盒，就看到里面像原浆色一样的木色盒子，就是和这一期的主题非常的相吻，真的是又天然又有机。还是照例，每次盒子里面都会印着一句 slogan， 它这一次的 slogan 是 There is beauty in simplicity， 也就是说，所有的美丽呢都蕴含在简单之中。所以呢，和这一期的主题又非常的相符。我真的是对于下面的产品相当期待了。我们抓紧开箱吧。照例每次都会有的小册子呢，我就不打开看了。但是呢，我已经看到了它背面写的下个月的盒子的主题是什么。这里写的是 Our May Box is all about urban beauty， 就是说下一期的主题呢是 urban beauty， 真的还有一点点让我期待。每一次的主题都完全不同，感觉生活处处都充满了惊喜。哇，这一期的 Elle 的杂志真的是封面相当的夺目啊！这一期真的是处处都蕴藏着 natural 的主题啊！你看它的这个包装纸也是相当的 natural。打开这个盒子之后呢，我还闻到了一股非常清淡的茶香味儿。我先把最大的这个拿出来看一下。最大的这个包装呢，里面装的就是来自于死海的浴盐，它的品牌呢叫做 Ahava。通过后面的介绍呢，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以色列的品牌，然后它的几乎所有产品都和 natural 有关。这一款呢是浴盐，我看一下它的使用方法。因为正常的浴盐呢都是要把它放到浴缸里面，当你泡澡的时候来使用的。但是因为我家呢是没有浴缸的，所以呢我就看看我到底还可以把它用到哪里去。它上面写的使用方法呢是每一次使用呢要放1到2袋到你泡澡的热水里，要停留15到20分钟左右。因为我家是没有浴缸的，所以呢这款产品呢可能我会把它作为一个泡脚产品来使用吧。有了它之后呢，就又一次提醒我要再次把我的电动泡脚盆用起来了。第二个我从盒子里拿出来的产品呢，来自于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品牌，叫做 Emma Hardy。一直听说他家的卸妆膏和 Eve Lom 的卸妆膏真的是齐名的，都非常的好用，属于卸妆功效非常强，卸得非常干净的类型的卸妆膏。我非常的感兴趣，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尝试过他家的任何一款产品。他这次给我送过来的呢，是一个超级保湿和滋润的面霜。我想着我可以来使用一下试试了。而且这一个呢，应该是一个中样吧，它一共有15毫升。等我试了之后呢，再给大家做反馈吧。第3个品牌我还是真的没有见过，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品牌，叫做 Naobe。它上面呢写了有欧盟的一个 organic 的认证，也就是说它这款产品呢是相当的有机。而且呢，它这次送来的是一个修复面霜，从包装上来看呢，它就透露着非常有机、非常天然的一种氛围了。我看了一下它后面的介绍，写的是这款面霜呢可以非常好的帮你平滑肌肤，然后减少红血丝、去红，还有减少你的敏感状况。如果当我的肌肤出现敏感的时候，也许用它是比较合适的吧。产地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瓦伦西亚，而且它这一
款面膜呢，足足有20毫升，我觉得从分量上来看还是挺给力的。好用呢，我再把它放到我的爱用品中跟大家介绍。下一个品牌呢，我好像已经在 Look Fantastic 他们家的盒子里面收到过很多次了，叫做 Balance Me。这个品牌呢，应该也是来自于英国吧。这一次收到的是一个维他命 C 的修复精华。我原来如果记得不错，应该是收到过2到3次这个品牌的产品了。在我的印象中，它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家的产品味道都很天然，有一股中草药的味道。我来闻闻这一款是什么味道，因为它是维他命 C， 可能味道会不同。刚才试了一下，它的质感倒是挺滑的，感觉很好推开，也非常轻薄。但是味道好像和之前的他家寄过来的一些产品的味道非常的相似，就是味道还是挺浓郁的。但是这股味道呢，不是非常的刺鼻，也没有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就是有一种天然的草药的味道吧，感觉像是走进了中药铺一样。对于这个品牌呢，我还算比较有好感。然后我试试它这一款维他命 C 之后呢，看看它到底有没有提亮、美白以及抗氧化效果，再跟大家说。下一个呢，就是我已经在 Look Fantastic 他们家的网站看到过很多次它的宣传，但是从来都没有入手过的一个品牌，叫做 Grow Gorgeous。它应该也是一个英国品牌。如果我记得不错，原来看每次他家的宣传，他家的这个产品主打的都是跟生发相关的。我希望这不是一个生发产品，不然的话对我来说就真的太糟糕了。因为我的头发，我只希望它掉的更多，而不是生长出来的更多。因为我的发量非常多，而且我生长头发的速度还非常的快。这款好像也是一个按摩头皮的发膜，我觉得这样的产品我还是很需要的。而且其实我已经连续好几次在 Look Fantastic 他们家的盒子里面收到过此类功效的产品了。我用了2款之后，我觉得都还挺好用的。等我下次爱用品的时候呢，再给大家做介绍。写的是10分钟发膜，这样看来应该还是蛮方便的一款产品。而且呢，它有足足60毫升，应该够用很久了。我觉得它这个包装挺可爱的，看上去像一个小奶瓶一样，上面带一个尖尖的头，而且是乳白色的，超级的可爱。前面好像全部都是跟身体护理以及护肤品有关的。那最后一个呢，我看到的是一支口红，我把它拿出来看一下。其实对于口红，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它的色号会不会适合我，因为我原来在 Look Fantastic 他们家收到过不少口红，很多口红应该都是过于适合那些欧美妹子吧，都是比较裸色，颜色特别的吃土，但是在我嘴上呢就显得是病殃殃，超级没有气色的那种。我希望这支不会是。它的品牌呢，我看到了是写的是 Bella Pierre。我原来好像是在盒子里面也收到过他家的产品，收到过一支唇釉，那支唇釉我不是非常喜欢，就是我现在印象中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粘嘴巴，然后会让我的上下嘴唇就是不停的粘在一起。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味道非常的重，有一股非常重的泡泡糖的味道，有点不是很天然，不知道这一支会不会天然一些。色号呢是 LS002 Envy， 不知道颜色怎么样，我们打开看一下。诶，我觉得这样看还是不错的哟，包体看上去还是挺顺滑的，我试在手上看一下。这个颜色怎么讲呢？刚刚涂上去的时候，感觉看上去有一点点泛粉，但是涂的稍微厚了一点之后呢，就会红调慢慢出来了。看了半天，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词汇来形容这个口红的颜色，比较的显气色，应该还算不错。我不知道这个颜色能不能盖在我的口红上，现在显出色来，我想试一下看看。能看出不同吗？感觉好像比我刚才嘴唇上的那个颜色要发红了很多。刚才我嘴唇上的颜色应该是干燥玫瑰色，比较偏粉紫调，但是这一款呢就比较偏棕红调，但是它又没有棕的那么厉害。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出这个颜色的魅力？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而且呢，我刚才在试的时候呢，我觉得它的膏体非常的滑顺，非常容易的就可以勾勒唇形，我觉得很喜欢，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有他家的一个唇釉，味道真的是太大了。我拿起那个唇釉的时候，就觉得就好像是刚刚从工厂生产出来还没有晾干的一股比较浓郁的香精香料的味道吧。这个就完全没有。我觉得这一期他们选择一支这样的口红放在这个盒子里面呢，还是挺适合的。因为这一期的主题就是 natural organic 嘛。但是唯一让我想吐槽的就是它这个包装真的是有一点太塑料了，超级的轻，而且呢质感一点都不好。另外它上下都有这样子的花纹，就是格纹。一般这样子的格纹，如果你是皮质的，它会显得非常的高级。
像是皮质的包包一样。但是呢，如果它是这样的塑料，而且如果很容易的在它的纹路中看到一些粉末什么的，就显得非常的不干净。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品牌能够听到我们的呼声的话，是不是可以把你的包装改进一下？我原来的纯柚的包装也非常的塑料，这支呢也非常的塑料。也许它的价格呢非常的低，我会把价格最终放到信息栏里面。但是价格低呢，不代表你一定要把包装做的如此廉价。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想一些办法把它稍微改进一下，加上你里面的完美的膏体，我觉得它就会变得更加的出彩了。这期的盒子呢，好像对比起上一期来说没有那么多的惊喜，因为它的主题是天然有机，所以呢，一般这样子的产品都相对比较低调一些，所以也许是我们还不够了解它们。当我们对这样的产品有了更多了解之后呢，才会真正发现背后的秘密。今天的开箱就到这儿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开箱呢，请不要忘了关注我，这样你就可以每个月都看到我的开箱视频了。如果你想及时的收到我的视频提醒的话，千万不要忘了点旁边的小铃铛哟。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奥夫啊，杜鲁蒙。